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Talk Show， 我是主持人衍成，我是 Sub 松。今天的主题我们要讲的正是为什么委内瑞拉总统会被美国而抓走。其实你想看那故事还蛮恐怖的，就是一个总统抓了人家的总统，所以你想看你一起来说，哎，总统不见了，我的总统不见了，而且我感觉好恐怖，而且我听讲整个过程才2个小时哦，他是当天抓，当天就回美国，而且他很准确的知道这个总统在哪里。这个也就很奇怪哦，他是不是代表说里面有间谍呢？肯定就是通风报信，所以这个一些媒体也有报道啦，讲说他一直以来都有人在通风报信。当然，这期的视频我们不只是讲这为什么这个委内瑞拉总统会被抓，我们还讲说为什么 Trump 会只针对这个委内瑞拉来下手。委内瑞拉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我看其实就要讲到特朗普的这个 administration 呢，他就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变成说，在这个特朗普他上任了过后啊，他就做东西都是比较敢来敢混的感觉。然后如果你看到这个 Trump administration 的时候，他在9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举动哦，就是他把他们的 Department of Defense，国防部改成 Department of War， 战争部。对，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他本来都已经在 plan 着在规划，只是不懂在哪一个国家，所以现在就看到他的这个目的明确的展现出来了。就这个故事就要讲到20世纪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些历史背景啦。所以大致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们看到一个全世界的 oil reserve 啊，这个油田最大的国家是哪里？ Saudi Arabia。 错，它最大的是委内瑞拉。哇，你看哦，沙地哦，我们已经听讲是石油帝国哦，全部很有钱，全部皇室那个大辫子都可以用黄金来做。委内瑞拉竟然是最大国，可是为什么委内瑞拉没有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点。这就是其实讲到，如果我们讲说前3名啦，就是第一是委内瑞拉，第2是 Saudi Arabia， 第3是 Iran。但他们就有讲到说，这个油田啊，到底有多少啊？就有人去 value 哦，是大概是18兆美金，18个 trillion。一些数据讲说，你们用这个价值来去衡量是错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价钱都一直在有是我幅度嘛，们的这种资产会浮动。对，会浮动嘛。所以他们以这个 barrel 来算的话，就是3000多亿桶。然后这样子的资源哦，其实对这个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财富来的。是咯，这样他应该有这样大的财富，他应该能够掌握很多的资源啊、钱啊这些东西啊。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要讲到真的是1973年，是30年前出事之前。你出事前的30年前吧。对对对。OK， 然后我们就讲到说那个时候啊，这个国家的这些油啊，其实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一个精英阶层的人玩的。意思是讲说我的国家是这群人是在管这个油的。是，就讲说这个油虽然是委内瑞拉的，可是赚到的钱哦是属于这堆精英的人的，就是一般朋友这样子啦，一般很厉害的朋友，金字塔顶端的人所占有的。然后再加上这些油哦，大致上都是出口到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所以看起来啊，我们讲啊，就好像美国把委内瑞拉当成是它的 backup reserve 这样哦。那个时候一直以来都是蛮融洽的，因为算是合伙关系，因为 supply chain 在对方的手上。对，是，所以变成说当时因为 US 油有这样大的 backup，of course 我就是控制这个油嘛，对不对？是。然后就控制这个油，我们的这个 oil barrel 就以 USD 来交易哦。所以当下的这个 USD 就变成越来越强了，美金跟 oil 这2个都在他手上，currency 由他掌控。他是大佬咯，他讲完就算。可是这一个经济动荡呢，就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改变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在1973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油价就飙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导致到因为这个油价过高的问题啊，所以很多国家就开始进入经济衰退。因为这油太贵了啊，然后就很多国家开始发现到，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替代资源啊，不能一直靠这个油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减少对这个石油的依赖。结果就在这个经济的这个衰退过后哦 ，recovery 的时候，大家因为把他们的依赖已经转向其他的能源嘛，所以呢，它的这个油价就开始暴跌。结果你过去以来都是有很多钱嘛，然后就花费很大，突然间死了。
我的收入开始暴跌，所以这个国家的国债呢就越来越有问题。然后再加上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个经营团队在掌控这些钱嘛，这个钱到后面都没有回到去社会那边，没有回到去人民那边，所以变成有很多不平等跟腐败的问题就一直在严重化。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啦，就有一个新的这个总统就被抬上台了。对了，就是被选了。这个就是 Hugo Chavez， 在1999年开始执政。那他那个时候呢，他就以提升社会公平为口号啦，所以就讲到说，这些油田应该是属于国家的，这些赚到的钱应该给回人民。所以他把石油国有化了。这样就讲到这个过去的这个国家有这个公司啊，叫 PDVSA 啦，大致上就刚才我们讲的嘛，就是自己玩玩的，然后要不然就是供给西方国家，就没有供给自己，所以变成说，在这个 Chavez 他接管的时候啊，执政的时候，他就讲说，赚到的钱应该给回国家，所以呢，他就推动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了，包括用这种石油收入来资助医疗啊、教育啊、住房等福利的这种项目啦。可是当然也有一个问题了，那个问题就在于他给的补贴很多，可是当下记得吗？刚才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油价已经暴跌了，这石油价已经没有以前这么美好了，所以当他们一直在补的时候，就发现到那个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哦，可是他们没有说有什么 fiscal policy， 像正常国家这样子，税收啊。你的国家的人民也要有钱，你才可以征税嘛。哦，可是他们连基本的钱都没有，所以连税收都没有办法所以去谈。当他们过去以来哦，他们都一直很依赖这个石油的赚的钱，所以当这个石油暴跌的时候，他们这个钱就不够 support 了。哦然后如果讲你要 tax 的话，如果你的出口就只有石油，然后没有其他的产业的话， ，tax 个屁啊那个 income 也不够这样的意思啊。！OK，明白明白。所以他就把这个石油的这个公司哦变成 nationalize 就属于国家的，直接把这些利润哦直接打进国家的财政啊，就是进去国家了，国家拿了，不再是由这个公司来拿，然后就有问题出现了。因为这个石油收入不再自动回流美国了，因为他自己拿完了嘛，对对对，钱就没去到美国，这样当然对美国来讲对 Washington 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来的。你就想看我们刚才讲的 backup 薄料，就变成说，当他这个查韦斯他一上台了过后这样油价其实还蛮配合他的。就从2000年的时候这国际的油价就开始持续走高，就变成说他就用这个钱大规模的去补贴食品啊、汽油啊，推行免费医疗啊、教育啊等等等等直到突然间问题来了，因为他这个补贴是建立在这个油价不会跌的这个建设上这个油价开始继续再寻找替代能源的时候，这样这个油价开始下滑，然后就发生了一大堆的一些经济的问题。我的补贴我要照样给我的人民，但是我现在没有钱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就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如果他救到我们，就不会讲今天的故事了。对不对？所以随后呢，就讲到 Chavez 过后，就在58岁的时候因为 cancer 去世然后 cancer 去世，然后当然在过去他执政了过后然后就有在2013年的时候就有新的总统上任，所以这新的总统上任2013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之一。这个2013年的时候就由马杜罗继任这个总统了，所以当他继任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了嘛。然后那个时候的贫困率我们讲 poverty 是飙升到70%的，就是70%都是穷人，Venezuela。对，是，当然他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啦。然后就大家都觉得他会把它越做越好了，结果越做越烂，结果这个经济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在2013年他接管了过后2014年开始到今年为止估计有超过700万人，接近800万人选择离开这个国家。据我了解，他的这个 population 也是大概34个 million 左右。你想看，就是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是离开这个国家的。为什么他们要离开这个国家？是因为真的太穷，找不到吃。找不到吃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可是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权力的整个政治的问题国家的整个政治系统的问题，让他们觉得是很不爽。在2015年的时候，马杜罗他做了什么呢？他就通过最高法院去削弱这些议会的权利，然后就阻止立法与监督政府。哇，基本上就是他不要跟人家监督他，他讲完就是了啦。哇，真的是过分。2017年的时候，他直接是设立一个由清政府成员组成的制宪大会。清政府是什么？大致上就是自己玩呢。我玩你玩我委任你，你委任我。所以大致上就是全部都是自己人就对了。哇，所以他是基本上是架空了整个民选议会的，所以根本是你不用选了，都是他玩就对了。就是你选你选来选去都是他。
选来选去都是我的人。所以变成说很多人就有讲到说2018年的这个大选被国际社会是广泛的质疑他这个真正的这个民主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到底在不在？很多国家不承认他这个执政的合法性，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国际孤立这个国家的。当然比较严重的对人民来讲啦，就是外汇又严格的被控制啦，它的一些商品短缺啦，然后又有黑市泛滥啦，所以导致到他们没有钱嘛，没有办法要怎么办呢？他们就一直印钱他们印钱这样我们的通胀率不是很夸张？对，所以他们就一度是超级通货膨胀 hyperinflation。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想看我钱在银行里面突然间 hyperinflation， 我钱变到没有价值哇，无辜我的钱存在银行，结果政府搞一下印一大堆钱，我的钱变废纸我的钱就变废纸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来的。然后也因为在这个总统他委任了过后他们就讲到说国家有一些食品严重的短缺药品医疗资源也开始崩溃啦，工资也无法去支付一些资本。这样子没有人反抗了没？你要知道70%都是穷人而且政府又做到这样，又独裁，然后很多基本社会福利都没有做到很好。肯定有所以他们有人一 protest 对不对？他们就强力压阵，就是一直把他们压下来，然后一反抗的人就抓，甚至很夸张的是连反对党的领袖也被抓。像这些他抓人什么什么什么等等都不会导致于要美国来抓他嘛，对不对？对因为你国家里面的事情嘛。甚至很多人讲说他可能是贩毒，一个 dreadlock 啦，讲说他是一个在 support 这个所谓的这个 black market。可是你想看，有必要到出军舰去抓他吗？是的。所以我觉得那故事可能不在毒品，没有那么简单，在刚才我们所讲的3000亿的 oil barrel， 它的石油的资产是。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马杜罗他加强与美国竞争者的关系，跟中国啦贷款基建俄罗斯的军事啦，甚至跟伊朗都是独裁国家做好朋友。这几个国家他们就有组建一个 BRICS 嘛。对，金砖国家。对了，所以他们这个金砖国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离开美国的这个美金独裁嘛，去美化他们要。所以变成说他们有一些交易是以人民币来交易的所以就想到说，如果这个石油国最大的石油国当面赞同加入 BRICS， 然后赞同用人民币来交易，那美国还有什么歌可以唱嘞？所以变成说在过去长期不是讲这几年，也不是 Trump 的 administration 的问题是已经10多年前的新闻了。就是这些美军这种军舰一直都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周边，就是要宣示他们的权利。跟某一个国家蛮像的，一直在绕来绕去，但是还没有开始。就你知我知啦。这样你看Trump 去抓他了，他不可能是因为要解放这些人民的嘛，他一定另有企图。你刚刚就提到他害怕这个石油的这个威胁，可是我要问他，根据国际法这样子是对的吗？可以允许的吗？有一些国家支持特朗普，当然有一些国家呢就有问到这个合理性跟合法性到底你去抓人家总统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然后现在就讲说他会接管那个国家的一些行政这些对行政的部分嘛。可是很奇怪就是你去干涉人家，可是特朗普一直以来的政策风格都有看过啦，他是完全不在意国际观感的，所以不管，总之他要的是这个结果跟这个威慑吧。所以大致上其实他都有很多很极端的动作，所以由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政府来做，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啦。像我看到一些新闻especially from US 他就讲说，其实特朗普不是在打仗，他是要抓一群贩毒的人，这是真的吗？当然是不是真的没有人懂啦。可是如果我们看回去一些历史的话呢，就讲到说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其实有 charge 过马杜罗跟他14个朋友member 就讲到说他们是 narco terrorism、drug trafficking、money laundering 跟 corruption 的那这一次呢，相信他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所以他们不是讲说我要跟这个国家打仗，而只是我要抓这班在运毒的人这样的意思罢了。这样可是有很多人就讲到说到底这个马杜罗是不是真的有犯罪？
这个无从得知啦。但有很多人去分析的看法就是他是有几件越线的问题啦，所以就举例讲说他不再服从美国主导的这个西半球西方的秩序咯，西半球这个西方秩序，他又深度跟中国、俄罗斯跟伊朗有一个很好的绑定嘛，然后他又掌控着世界最大这个石油储量的国家，然后又不按照规则来玩，所以变成说他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挑战啊。可是当然，为什么他们会讲说用毒品来切入？有一些报道就有可能讲到说，如果你是威胁到美元体系的，那也不可能供你上法庭嘛，不成立，不成立嘛。那如果你讲说你挑战他的霸权，也不能好起诉啊。可是如果是毒品犯罪者的话，这样就可以司法行动。所以可能这一个是一个 disguise， 可是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无从得知了。有些人呢就觉得说他去抓人家总统不对啦，当然他的角度就是我在抓一个贩毒的人，抓一个坏人。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就是明显就是美国想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一些小举动。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无从得知，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咯。那我们今天 Venezuela 的故事就到这里一段落了。当然，当中的细节还是有非常多。那由于时间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讨论。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我是主持人严晨，我是30岁送，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